有那么家疯人院，病人太多，都是傻子。由于医生护士太少啊，院长就想了一个办法，用病人管病人，每一层选一个病人当楼长，但是得懂车。院长来到了1楼，他给病人描述有辆车列装轿跑，3.8秒加速，30万。这个时候呢，有病人回答道：“我知道，极客001。”院长说：“好，你就是1楼楼长。”哎，他在测试你，你可不要搞砸了。然后院长来到了2楼，他给病人描述有辆车 MPV 大彩电大沙发。这个时候就有病人抢答了：“我知道，腾势 D9。”不对，没有腾势卖得好哦，我知道了，是那个极客009。院长说：“不错，你就是2楼楼长。”然后院长就来到了，哎，是不是该极客 X 了？出院。2021年，吉利集团旗下的全新纯电品牌极客正式成立。同样也是2021年，一车横屏真10万公里长色正式全网上线。如今，我们的真10万公里长色呢，已经来到了第3季，而极客品牌势头更劲，3年内发布了4款车型。而这期节目的主角就是极客品牌旗下的一台紧凑型的纯电 SUV 极客 X。前后双电机，3.7秒的官方100公里加速，512公里的 CLTC 标称续航。我们选择的是动力最强，指导价格为20万9800元的2023款4驱右版的5座版。前后2个正中档，左右横移的中中档，可翻转的后排座椅呢？我们真10万公里长色的内容，更多的还是要聚焦在车辆本身，从更实用的选择角度去出发。毕竟5座车型是销售的主力。预算到位的话，咱们直接就上4驱，428马力放在这辆小车上，简直就是一辆加速的小怪兽了啊！另外，当时呢，我们是有8000元的购车基金的，我们就选了智能感应自动门的套装。但不爽的是啊，现在这个购车基金已经变成16000了，那等于变相优惠了8000，真是早买早享受，晚买优惠大呀！提车阶段啊，又是极客的一个传统异能。看过上期极客009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极客新车在到达交付中心并做完 PDI 检测后，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尾款的支付并提车，否则订单作废，定金它不退。公户买车我就更头疼了，为了迅速的提车走完流程，我真的是今天催明天催，生怕落个车财两空。另外啊，我觉得经销商这件事上也没有任何的作为，哪怕是向厂家反映一下我们买车遇到的这个情况呢，而他们的回复却是不清楚，没办法，我们一切都是按厂家流程办事儿。在此，我想代表广大的极客和领克的车主们，真的是拜托官方了，能不能别让售后的问题再成为大家一直诟病的点了？这顾客他可以不是上帝，但也别把我们当舔狗吧。好在经历完这场定金保卫战之后，我们还是有惊无险的提到了这辆极客 X， 而我们提到车的第一时间啊，就是把它送进了环境舱。与之前的测试相同，极客 X 呢也要经历国标和 ISO 的2项测试。那么极客 S 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？省流就是与其自身的新奢定位并不匹配。首先我们来看有明确推荐值标准的国标空气质量检测。那从数据上来看啊，极客 X 的国标数值啊都是在推荐值之内。至于它的排名究竟是靠上还是靠下，咱们就不排了啊，毕竟人家都已经上岸了嘛。但 ISO 的测试就不一样了啊，它模拟的是经过高温暴晒后的车内空气质量，而即便是用同样的辅照灯照射相同的时长，不同的车型车内温度它也是不一样的。因此呢 ，ISO 测试并没有明确的推荐值标准。而就在节目组制作本期节目的同时，那第3季车型所有的 VOC 测试数据均已经出炉。和极客009一样 ，TVOC 同样是极客 X 的一个弱项。其中常温 TVOC 的数值高达 6.6062， 这一数值甚至比很多参测车型的高温 TVOC 数值还要高。
而经过照灯的高温炙烤后，极氪 X 的高温 TVOC 数值直接飙升至了16.877，轻松的拿下了倒数第一。此外，极氪 X 的甲醛吸收量同样偏高，在第3季的车型中仅排在倒数第3，而它的五种苯类以及乙醛的吸收量也并没有任何一项挤进本季的前3。从2项空气质量测试可以看出啊，极氪 X 与第3季的参测车型相比啊，整体的表现其实并不好。您的目标客户是年轻的都市精英吧？大面积的皮革、玫瑰金的装饰、拨杆式的合金玻璃升降开关、悬浮的扶手箱，这面子上倒是过去了，里子呢？做人啊，就是要讲究温良恭俭让。比方说，我现在抽烟，即使对面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，我也要让。如果对方不接，就是不给面子。车主朋友，抽一口吧。面子请人吃一支烟，可能里子就得除掉一个人。哎，不抽了，戒了，戒了。说到极氪 X 自身的新车定位啊，有一些所谓的高级设计，在使用中确实还有挺多优化空间。首先啊，就这个选装的电动门，它就刀法精准啊。前门的设计呢比较用心，避障识别呀、踩刹车关门啊，甚至还有选装的智能闭住、人脸识别开门，这种新势力的卷味儿贼冲。但是啊，当我们来到后门，按下开锁键，它就只能自行的开启一道缝，然后呢，你就得用手给它抠开，而且要想再关上，也不能直接用手推，而是打开再关上，主打了一个自动了，但没完全自动。这让我们给很多朋友炫耀的时候啊，多少就有点尴尬了。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这样一种用车场景，就是去商场购物的时候，抱着很多东西上车，往往啊，有时你就不想打开后备箱，就想随手放在后座上，下车走的时候也方便拿。其实啊，自动后门在很多时候要比自动前门更加实用。其次啊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无线充电的位置已经被划伤了，尊贵的玫瑰金啊，只有玫瑰了。还有这个内后视镜外围有一圈透明的包边，设计的本初呢，可能是想提升精致感，但是如此松松垮垮，它哪有一点年轻人的样子？那个东西它是应该在那个后视镜上，还是说它能卸下来？能卸下来，你弄掉不就变成5块了吗？そうですね。提前透露啊，同样是吉利的一款我们在测的车，内后视镜也是如此。最后呢，不得不吐槽一下极氪 X 这个压抑的后窗设计，后排它不光只拉宠物吧，它偶尔也坐人啊，设计是不是也得讲究个人性化？给个大点的后窗行不行？要不然我幽闭恐惧症都快犯了。最后再给你们听一个声音啊。坐在这么一个有格调的小车里面，这声音一下子就显得不高级了。我们得承认，现在国产车的设计呢确实卷，在不断的超越，但也不能为了设计而设计，为了独特而独特。此处我觉得高和应该直呼内涵。我认为车的设计还是要服务于实用性。接下来呢是性能测试环节。这辆4驱双电机的极氪 X 电机总功率是315千瓦，最大扭矩为543牛米，这个参数啊可以说是相当炸裂了。官方100公里加速用时仅为3.7秒，那还有啥可说的？一个字儿，快！经过实测啊，新车接近满电状态下，最快0百加速时间为3.84秒。试想一下，每当路口的绿灯亮起时，我驾驶的极氪 X 永远是第一个从车流中脱颖而出，一骑绝尘，然后尾灯消失在后车的视野中的。然后呢，我似乎好像也不是很赶时间啊。为什么现在汽油的小钢号，比如说高尔夫的 GTI、奔驰的 A45、奥迪的 S3，没那么多人关注了呢？他们的加速完全被这个电兔子给轻松拿捏了。别谈什么操控啊，俗！在100到0的10次全力制动中，极氪 X 的最短制动距离仅为34.29米，最长的制动距离为37.35米。
10次平均制动距离为35.28米。对于整备质量接近2吨的车来说，这样的成绩确实值得称赞。接下来呢是本季新加入的满载制动测试。为了还原最真实的满载情况，我们邀请团队中营养过剩的成员上车来反复折磨，不是让他们来深度体验。这个真快呀！我这下带劲呢。这里呢，我们需要再一次重复每辆车的满载质量均不同。打开自己车辆的行驶本，行驶本的副页呢会注明车辆的最大满载质量和整备质量，2项数据相减便是当前车辆的最大载重数值。所有成员上车后加上测试的驾驶员，剩余的重量差呢，我们用沙袋进行补齐。最终经过连续10次的全力制动，极客 X 满载状态下的最短制动距离为34.07米，最长制动距离为36.29米，平均制动距离为34.77米，比轻载的制动平均距离还要短0.51米。从测试的结果来看，有时候你以为的，它不一定是你以为的。每台车都有自己的载重指标，在厂家规定的标准下除去外界因素所带来的变量，制动性能并不会变差。当然为了保证测试的严谨性，每次测试呢，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场地、相同的方向进行测试，尽量消除外界变量对测试的影响。接下来是车身覆盖件间隙面差测试。我们测量了极客 X 车身左右对称的20个细缝点后，得到新车状态下左右细缝的平均差值为0.182毫米。这个成绩有多夸张呢？直接让它在真10万公里长测测过的所有车型中问鼎，可以说是狠狠地扳回一城。当然这里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左右缝隙的平均差值小，指的不是车辆外观的接缝小，它指的是车身左右两边对称位置的细缝数值接近，体现的是整车外饰件的装配工艺和品控水平。继续来看极客 X 的车内静谧性表现，我们在50、80、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进行巡航，取不同车速的车内噪音值。测试结果直接给大伙打在公屏上。如果与上季测试的电车进行横比，那极客 X 略差于比它售价更贵的蔚来 ET7 和智己 L7， 与广汽埃安 S Plus 和小鹏 P5处在同一水平。接下来咱们聊聊极客 X 关于智能驾驶的部分。首先，搭载了高通骁龙815芯片的车机还算是流畅度不错，只是偶尔启动慢到有点怀疑人生。车机怎么这么慢？车刚提回来的系统版本是 4.5.3A， 算是个半成品，就该有的功能呢，它一个都没有。仪表盘中有一个小车，它看起来挺幽默的。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，它不是朝前，而是在原地转圈，似乎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升级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事情的发展它注定是螺旋上升的。好在23年10月份，极客 X 升级了 5.0 系统，在智能辅助驾方面有了很多的优化，支持了 ALC 拨杆变道。说人话就是，终于它有个乘便车该有的样子了。另外在升级前，系统里面只有车道保持功能，直到 5.0 的版本才新增了车道居中功能。LCC 下终于可以在车道里面走直线了。智能泊车辅助功能直接演示，结果就是较大的车位它能很轻松地停进去。而遇到两侧压线的这种空档极窄的非正常车位系统也能识别出来。但结果正如画面中大家看到的，揉了几把之后呢，我们这辆测试车给我们来了个半途而废。实际上，我们的测试人员是可以把车顺利的停进去的，只是下车有点费劲罢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各位，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咱们还是直接选择手动或者放弃吧，就不必要浪费感情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极客 X 1万公里的使用和体验的全部内容了。由于还没有到第一次保养周期，所以说在用车费用这一块还暂不完善。
最后呢，我们总结一下，极客 X 的优点是个性且精致，跑得快且刹得住。不过在车内空气质量方面有点德不配位，智能辅助驾驶和车辆内饰方面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。不知道在接下来的9万公里，等待我们的是意外之喜还是意外呢？请大家持续对我们保持关注，再来个一键3连。我是小胡同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